这是一款放眼整个游戏界都极其罕见的作品。有人说它哪里都好，就是不好玩。但不可否认的是，只要玩家能够静下心来沉入其中，那么它一定能够刷新你对游戏的认知。庞大无比的细节，让所谓的游戏真正做到了既有血又有肉，为玩家们展现了一个近乎真实的西部世界。也正因为如此，这款游戏得以成功塑造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游戏角色之一。而距离它发售也已经过去了近6年的时间。虽然我不时常提起它，但我会经常想念它，所以我决定再去见一见它。那么借这个机会，黄渤就来给大家回顾这款游戏史上最伟大的作品《荒野大镖客：救赎2：亚瑟摩根》。故事发生在1899年的美国，旧西部时代已然走到了尽头，随之而来的就是逐渐法制化的社会。尽管少数帮派和极端分子能够逍遥法外，但在越来越多的极端侦探追捕下，日子过得也是一天不如一天。而主角亚瑟摩根正是来自大名鼎鼎的范德林德帮，他不仅是骨干成员之一，枪法也是常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并且深受帮中成员的喜爱，对首领达奇乃至整个帮派都是绝对忠诚。1899年的5月，范德林德帮在黑水镇顺利的抢劫失败，为了逃离极端侦探的追捕，他们只能以牺牲数名成员的代价逃进了雪山的深处，并在一处废弃的木屋中暂时躲避暴风雪。为了安抚帮派成员，人送外号西部点子王的首领达奇也展现了惊为天人的领导能力。达奇很快就安抚好了众人的情绪，并安排他们各司其职，以应对接下来的生活。而达奇则带着亚瑟出去为帮派搜寻补给。很快他们就和一位负责探路的新成员麦卡碰头。麦卡也是帮派里为数不多的极端分子，在黑水镇抢劫的馊主意也是由麦卡提供，这导致了本就性格随和的亚瑟对麦卡那是嗤之以鼻。三人一路来到了麦卡提前打探好的小农庄，本打算借点生活物资，但意外的是农庄的主人已经被杀害，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的死对头极端分子奥德里斯科邦。在安抚好了奥邦成员的极端情绪后，亚瑟从对方口中得知，他们出现在这里是为了炸断铁轨抢劫火车，而奥邦的极端首领科尔姆也已经前往了附近的采矿营地。与此同时，小屋内出现了一名叫沙迪的妇女，她是这所农庄的主人，而沙迪的丈夫也早已死在了奥邦这群极端分子的手里，就连他自己也惨遭袭击。范德林德帮虽然是一群亡命之徒，但他们绝对不会做出极端行为。首领达奇毫不犹豫地收留了已经神志不清的沙迪，正是他这种在乱世下的善人行为，才让整个帮派的凝聚力强大无比。将农庄里的物资洗劫一空后，他们带上沙迪回到了临时落脚的木屋。尽管生存问题得到了解决，可帮派里的团宠艾比盖尔却拜托亚瑟前去寻找因为探路而失踪好几天的丈夫约翰马斯顿。亚瑟和约翰在年少时就被达西收养，并成为了帮派的一员。约翰也是帮派里唯一带着老婆孩子的人。由于约翰一开始对妻儿漠不关心，甚至还离开过帮派1年未归，约翰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让亚瑟始终耿耿于怀。奈何终究是一起长大的好兄弟，亚瑟还是骂骂咧咧带上成员哈维尔一同出发寻找约翰。哈维尔是一个不善言辞、性格随和的墨西哥人，对达奇和帮派可谓是忠心耿耿。经过一路的长途跋涉，二人终于在一处悬崖发现了狼狈不堪的约翰。此时的约翰早已被野狼抓到破相，见好兄弟这副模样，亚瑟虽然嘴上没好话，但身体还是很诚实，立马将重伤的约翰带回了落脚点。经过了数天的休整，再加上之前打听到的奥邦意图抢劫火车的计划，于是达奇立即带上还能战斗的成员，对奥邦的极端营地发动了突袭。有亚瑟这个神枪手在，奥邦的极端分子没有一丝反抗的余地。在营地内，他们发现了许多极端炸药，以及奥邦抢劫火车的思维导图，甚至还活捉了一名叫基兰的极端分子。根据情报上的线索，他们想要抢劫的火车拥有者是一位名叫康沃尔的极端资本家。康沃尔经营的业务覆盖了铁路、石油和蔗糖，可谓是掌握了惊人的财富。恰好帮派正值需要钱的时候，于是达西想要把奥邦的差事抢过来，自己去劫这一趟火车。可帮派里的军师荷西亚却并不想节外生枝，毕竟康沃尔这样的大人物是他们这一群亡命之徒惹不起的存在。尽管荷西亚在帮派的地位仅次于达奇，但达奇却根本听不进去，因为帮派正在逃亡期间，没有钱那就是寸步难行。达奇毫不犹豫带上还能够战斗的帮派成员前往了火车必经的铁路，在将炸药安置好以后，火车也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之中。可粗心的亚瑟没有把线接好，导致引爆器失灵，搞成了哑炮。毕竟来都来了，众人只能从高处跳到了火车之上，并一路向着车头杀去。好在手持沙漠之鹰的亚瑟凭借领先数个时代的枪法，硬生生杀到车头，将火车逼停了下来。在康沃尔的私人车厢内，他们找到了许多价值不菲的不记名债券，这种不记名的债券很轻易就能卖出去。有了一笔启动资金，范德林德帮开始收拾行李，向着更为温暖的雪山下方转移。数天后，他们将营地安置在了瓦伦丁小镇附近的马展望台，这里气候宜人，位置隐蔽，帮派成员时刻紧绷的精神也逐渐放松了下来。达奇再次召集所有人，开始了对未来的展望，这里一定也是他们梦开始的地方。在达奇的安排下，成员们也开始各司其职，为范德林德帮的生计而打拼。至于身为首领的达奇，脑海中也在酝酿着一场极端抢劫。一直跟在达奇身边的亚瑟见老大走出了抢劫失败的阴霾，心里也由衷的为他感到高兴。这个日子也是越来越有盼头了。在之后的日
日子里，亚瑟为了帮派的美好生活，可谓是任劳任怨。就算他自己囊中羞涩，却也还是拿出了大部分的私房钱贡献给帮派，还带着帮派里的姑娘们前往附近的瓦伦丁小镇打探情报。要是谁敢欺负帮派成员，就算冒着任务失败的风险，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帮派里的斯旺森牧师因为醉酒想要和火车硬刚，亚瑟也还是铤而走险将他救了下来。但生活总归还是要继续，为了给帮派增加收入，亚瑟与荷西亚一同外出打猎，中途甚至遭遇了发狂的巨熊，好在凭借强大的火力，亚瑟才勉强将其击退。见帮派暂时步上正轨，他们也想起了之前抓获的奥邦成员基兰，通过感而化之，请基兰吃极端荔枝的方法。基兰终于说出了奥邦首领科尔姆的营地位置，亚瑟立即带队杀到了营地之中，但这里却并没有科尔姆的踪迹，亚瑟还险些被极端分子杀害。关键时刻，基兰竟然出手将他救了下来，这也让基兰有了归顺范德林德邦的机会，因为基兰明白离开了他们，自己同样是死路一条。事情过后，亚瑟带着帮派成员回到黑水镇附近，救出了因为抢劫失败被赏金猎人抓住的西恩。西恩是个爱尔兰人，不仅人帅嘴甜，还是帮派里面的开心果。对于亚瑟来说，没有什么比像家人一样的帮派成员来得重要，所以知道兄弟们有难，他也愿意为此不计后果的提供帮助。当然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极端成员麦卡，怕什么来什么。某一天，帮派里的黑人兰尼神色慌张的回到了营地，原来是麦卡在草莓镇劝死了几个人，于是便被关进了当地警局。亚瑟本就看不惯麦卡，也不打算多管闲事，但麦卡可是达奇的舔狗，无论达奇有什么骚招，麦卡都会表示主攻英明。碍于达奇的面子，亚瑟只能答应去救麦卡。不过在去之前，亚瑟得先带上受惊的兰尼前往瓦伦丁酒馆，来一场不醉不归的狂欢。第二天，宿醉未醒的亚瑟强忍内心的反感，还是按照达奇的吩咐救出了被关在草莓镇警局的麦卡。然而麦卡不仅没有急着逃走，还带着亚瑟血洗了整个草莓镇。这种极端越狱让亚瑟更加的反感麦卡这个极端分子。尽管亚瑟他自己也是一个亡命徒，是个帮派的打手，但他也只是一个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下，为了忠于帮派不得不去扮演恶人的人。在亚瑟的内心深处，其实也有着善良的一面，他偶尔会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比如见到路人的马失控逃窜，他会用手中的真理让不听话的马儿迅速安静下来。不过帮派始终是需要资金的，亚瑟平时还得去为帮派的财务施特劳斯收回放出去的不轻松贷，遇到那些欠钱不还的老赖，都是用拳头或真理好言相劝，基本上都会乖乖交钱。但遇到一些心地善良的老实人，就会让亚瑟的心中极其反感，甚至觉得耻辱。而在向一位叫唐斯的农场主收取欠款的时候，亚瑟的命运也在这一刻走上了分岔口，因为亚瑟认出了唐斯。前不久，这个老实的农场主见到亚瑟正在殴打小混混，竟然没有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而是强忍对亚瑟的恐惧，上前好言相劝。尽管亚瑟知道唐斯是个好人，但钱终归还是得要回来。于是本就疾病缠身的唐斯被亚瑟揍了个半死，甚至还喷了亚瑟一脸的血。见这个老实人确实拿不出钱，亚瑟只能压抑着内心的不安和矛盾，在唐斯的妻儿面前撂下几句狠话，便赶紧离开了农场。不久后，亚瑟收到了前女友玛丽的来信。年轻时的亚瑟和玛丽相爱，但因为亚瑟的罪犯身份，导致玛丽的家人极力阻止了小两口的恋情。这封来信让亚瑟既开心也有一丝慌乱，他终于能够再一次见到这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女人。当亚瑟见到玛丽后，也不由得唏嘘不已。原来玛丽的丈夫早已死于肺炎，如今的她成了无依无靠的寡妇。这一次找到亚瑟，也是希望他能够帮忙救回误入邪教的弟弟杰米。对于玛丽的家人，亚瑟始终耿耿于怀，但作为一名寡妇之友，他还是义不容辞的前去找到了杰米。在将邪教首领绳之以法后，他带着迷途知返的杰米来到了火车站，并将姐弟二人送上了火车。临别之际，玛丽并没有开口让亚瑟与自己一同离开，因为玛丽深知亚瑟从来没有变过。其实当年亚瑟在跟玛丽分手以后，就与另一名叫伊莱莎的年轻女招待相爱。伊莱莎还为亚瑟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艾萨克。亚瑟碍于自己亡命之徒的身份，只能每隔几个月才回去探望妻儿，但命运总是不如人愿。亚瑟最后一次回家，看到的却是妻子和儿子的墓碑，他们早已死在了强盗的手里，而这些强盗杀死他们的理由，仅仅只是为了$10，这也让亚瑟将自己的善良隐藏了起来。经历了这些遭遇，他害怕玛丽也会因为和自己在一起，从而遭受同样的命运。当然，这一次并不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不久后，他再次收到了玛丽的来信。亚瑟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又觉得自己像个无脑付出的傻子。他相信自己不会再犯傻，可当这个女人找上他的时候，他也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帮他做任何事情，哪怕是抢回被玛丽那个酗酒父亲变卖的母亲的遗物。在为玛丽解决了事情后，二人仿佛重新回到了当初那段恋爱的时光。他们就像一对热恋的情侣一样，前去圣丹尼斯的剧院看了一场演出。可相聚总是短暂的，天下也没有不散的宴席。临别前，玛丽还是忍不住开口，希望亚瑟能够与自己一起离开，一起去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但亚瑟心里明白，玛丽这个请求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渴望的东西。奈何帮派还需要他，帮派成员里也还有他需要照顾的
的人。亚瑟让玛丽等他，等他赚了足够的钱，等他让帮派里面的人获得自由，他们就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其实玛丽的心中很清楚，这一天距离他们是多么的遥不可及。玛丽就这样带着失望离开了。对于亚瑟来说，或许这美好的未来可能会实现，也有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虽然与心爱之人离别让亚瑟内心非常的不舍，但帮派的未来还需要自己。之前受伤的约翰也早就痊愈，他叫上亚瑟开始了新的差事，并再次盯上了极端资本家康沃尔这个大冤种。亚瑟和约翰不仅又抢了他的油罐马车，还利用马车试图拦截火车。亚瑟傲然屹立在马车之上，身后的 AK-47给了他无比的自信，强大无比的气势，硬生生截停了火车。亚瑟还是很讲道理的，只要乘客愿意老老实实给钱，他一般都不会做出太过分的举动。好在行动非常的顺利，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后的一天，亚瑟正带着约翰的儿子杰克在营地附近钓鱼，却没料到效忠于美国政府的极端侦探米尔顿和罗斯找上了他们。他们想要亚瑟归顺美国政府，成为帮派里的极端奸细，但米尔顿却找上了一个最不应该找的人，最后只能在亚瑟的嘲讽下留下几句极端狠话，便气愤的离开。意识到情况不妙的亚瑟立即回到营地，将这件事告诉了达奇。可达奇却觉得这些侦探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完全不必在意。达奇这种反应让亚瑟的内心开始有些不安。果不其然，几天后，达奇和亚瑟在瓦伦丁酒馆被大冤种康沃尔找上了门。康沃尔不仅带着手下包围了酒馆，就连约翰和施特劳斯也被他们抓获。见这群不法之徒被手下团团包围，康沃尔当即先一步离开，但他却小瞧了亚瑟的枪法。在亚瑟的眼神示意下，约翰绝望地闭上了双眼。随即亚瑟发动死神之眼，轻松便救下了约翰和施特劳斯。尽管敌方占据了人数优势，但面对亚瑟手中 AK 那强大无比的火力，还是因为体力不支纷纷陷入永眠。经过了这件事，达奇也意识到敌人迟早会发现营地的位置，于是带着约翰等人回去收拾行李，而亚瑟则与帮派成员查尔斯先行出发，寻找新的营地。查尔斯是最近加入帮派的新人，他是印第安人与黑人的混血，对打猎和追踪极为擅长，不仅值得信赖且勇猛，心地还非常的善良，其靠谱程度足以让亚瑟永远相信他。在寻找营地的过程中，他们从当地匪帮手里救出了被绑架的德国移民，见匪帮的营地还不错，索性也就在这个距离罗兹镇不远的湖边营地安营扎寨。为了尽快熟悉这里的情况，以进行下一步的 Big Plan， 达奇带上亚瑟与军师何西亚，本打算前往罗兹镇打探情报，却没曾想到竟然是转运的开始。达奇一行人在误打误撞之下，帮助罗兹镇的极端警长抓回了试图逃跑的犯人。凭借这层关系，达奇竟然与警长相见恨晚，甚至还深受警长的极端赏识，一跃成为了副警长。不仅如此，他们还得知了罗兹镇有着两大极端家族，分别是格雷家族和布雷斯韦特家族。两大家族都是世仇，彼此的斗争从未间断，而警长就是格雷家族的一员。有着丰富想象力的达奇立马觉得他们可以利用两大家族的恩怨，从中大捞一笔。于是达奇开始了新一轮的计划。他们先是抢劫了布雷家族的私酒，又将这批私酒卖回给了布雷家族。之后他们要么帮这个家族偷对方的极端马，要么帮那个家族烧对方的极端庄园，好处捞得不少，但也不算多。而这种反复横跳的行为显然也招致了两大家族的不满，从而为范德林德邦埋下了祸根。在这期间，亚瑟受到了财务施特劳斯所托，再次前往了唐斯的农场，打算收回欠款。当他来到农场后，才发现唐斯早已因为肺结核去世。他的妻子见亚瑟又来催债，无奈之下只能把全身的家当用来还债。但这些不过是范德林德邦的副业，他们的主业依然还得维持下去，只为借到更多的资金，以便在犯下大案逃跑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然而平淡的抢劫生活却被一个意外的消息所打破。原来死对头奥邦的极端首领科尔姆想要和达奇见上一面，希望能够以极端和平的方式了结曾经的恩怨。帮派成员们都不赞同参加这场鸿门宴，可麦卡却觉得非常合理，一个敢讲，一个敢听。达奇就像被鬼迷了眼，当即接受了麦卡的提议。之所以两个帮派有着血海深仇，是因为在以前的某次冲突中，达奇杀死了科尔姆的弟弟，科尔姆为了报仇杀掉了达奇心爱的女人，只能说冤冤相报何时了。下定决心的达奇带上亚瑟和麦卡奔赴了这场鸿门宴。为了防止科尔姆有什么阴谋，亚瑟前往了一处视野开阔的高地，随时准备提供火力覆盖。科尔姆也随之出现在了达奇面前，但就在他们谈判的过程中，亚瑟却被突然出现的极端分子打晕。当他醒来后，达奇和麦卡早已不知去向，自己也被关进了地窖之中，并且受到了科尔姆的极端殴打。原来科尔姆真正的目的就是想抓到亚瑟，然后利用亚瑟的安危引诱范德林德邦前来救援。有了准备的奥邦就可以提前通知极端侦探，将他们一网打尽。亚瑟自然不会就这样束手就擒，他很快便趁着科尔姆离开，挣脱了束缚，并用烧红的锉刀强行止血，拖着重伤的身躯，疲惫不堪的亚瑟回到了营地。奇怪的是，早就回到营地的达奇竟然没有出来寻找亚瑟，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经过了几个星期的休养，亚瑟的伤势也逐渐痊愈。俗话说得好，大难不死必有后患。亚瑟、麦卡与西恩等人再次前往了罗兹镇，准备与格雷家族的人商谈新的差事。可就在他们走到街上的时候，帮派的开心果西恩却被提前埋伏好的极端枪手一枪爆头。原来两大极端家族早就对范德林德邦反复横跳的行为起了杀心，气愤不已的亚瑟一行人当即血洗了罗兹镇，并将试图反抗的格雷警长击毙。然而坏事总是接踵而至，约翰与艾比盖尔的儿子小杰克也被布雷家族掳走。小杰克在帮派里一直都是大家关爱的对象，如今却被布雷家族绑架。布雷家族这一次显然触犯到了范德林德邦的逆鳞，于是整个帮派所有战力倾巢而出，向着布雷家族的极端豪宅赶去。这一瞬间，范德林德邦
邦仿佛又回到了他们最辉煌的时候，或许这也是属于他们的最后一次辉煌。一行8人带着无尽的杀意和怒火，气势汹汹地走进了布雷斯韦特家族的庭院。对方显然也知道亚瑟一行人的来意，可他们却没有任何交人的打算。双方一言不合便开始了火并。亚瑟手中的 AK-47不断喷吐火舌，硬是带着帮派成员杀进了豪宅内。剩下的极端分子也不过是无效抵抗而已。很快，他们就把布雷家族的极端主人凯瑟琳拖出了豪宅。经过一番温柔的逼问，他们得知小杰克已经被凯瑟琳交给了圣丹尼斯，一个叫勃朗特的意大利黑帮老大。有了小杰克的下落，众人也不再理会这个老太婆。至此，罗兹镇屹立百年的2大家族被范德林德邦连根拔起，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那些极端侦探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天一亮，极端侦探米尔顿就找到了营地。米尔顿还想兵不血刃带走达奇，让范德林德邦原地解散，可这位极端侦探却又一次低估了帮派的凝聚力。碰了一鼻子灰的米尔顿只能再次撂下几句极端狠话，便狼狈地离开了营地。显然这里也不再是安全之所。达奇立即安排众人再次收拾行李，迅速转移到了圣丹尼斯附近的沼泽地，将一处破旧的庄园当做临时的营地。待众人安顿好之后，达奇带上亚瑟前往了圣丹尼斯，准备打探一下这个意大利黑帮老大勃朗特的消息。而圣丹尼斯是周边最大的城市，它是一座在这个时代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都市。圣丹尼斯的水果然很深，这里的市民对勃朗特相关的事情都是敬而远之。身为乡下人的亚瑟在这里不仅显得格格不入，还感受到了大城市的险恶。3个未满16岁的未成年见亚瑟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于是分工合作偷走了亚瑟的钱包。亚瑟啥时候受过这种气？他立即施展轻功追上了妄图乘坐有轨电车逃跑的小兔崽子。在一顿电炮之下，孩子终于迷途知返，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当然，剩下的2个小孩也得明白这个道理，既然是未成年，那干脆也就别成年了。经过一番搜寻后，他们很快便找到了勃朗特的豪宅。本以为会是一场不小的冲突，但勃朗特非但没有赶人，还觉得眼前这几个乡下人十分有趣，甚至热情地邀请他们坐下细聊。拘谨的达奇、亚瑟和约翰与勃朗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勃朗特也没有过多的为难他们，在亚瑟和约翰帮他收拾了墓地中的盗墓贼后，勃朗特爽快地交出了小杰克，还邀请达奇参加不久以后的市长宴会。回家的路上，小杰克还一口一个的叫着勃朗特老爹。他在勃朗特家中有了自己的房间和大床，甚至还拥有了玩具。约翰听着儿子说的那些他从未见过的东西和新鲜词汇，于是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给妻儿争取一个安稳的家。回到营地后，众人纷纷前来迎接小杰克的回归，还在当晚举办了篝火晚会。这段时间的压力所带来的负面情绪，也在大家的歌声中逐渐平复。或许这就是范德林德邦的魅力所在吧。它不像是一个充斥着极端氛围的匪帮，反而像是每一个成员都会为了将来共同进退的温暖大家庭。不久后，达奇带上亚瑟等人，穿上借来的西装，前往了受勃朗特邀请的市长宴会。天真的达奇还以为自己能够依靠上流社会的资源为自己谋利，但殊不知在勃朗特眼里，他们只是一群头脑简单，能够给自己带来一点新鲜感的乡下人而已。在这里，他们见识到了所谓的上流社会。勃朗特也清楚他们是什么人，于是他告诉达奇，圣丹尼斯的有轨电车站会在白天堂而皇之的存放大量现金。听到这个极端消息的达奇脑海里又出现了普兰，可事情却并没有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没过多久，之前救过亚瑟一命的基兰竟然被奥邦抓住，并将他分头行动重新送回了营地之中。随之而来的便是奥邦的极端突袭，眼见又一个兄弟死在了自己面前，亚瑟拿起沙漠之鹰，将这些极端分子硬生生拦在了营地之外。而意料之外的是，那个一开始被奥邦杀掉丈夫的杀敌似乎血脉觉醒，见到仇人后战斗力瞬间飙升至女武神级别，勇猛无比的杀敌很快就帮助亚瑟劝退了前来突袭的奥邦极端分子。显然他们又得更换新的营地了，可达奇却只想先去抢劫电车站，在他看来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果不其然，这一次抢劫非常的顺利，但保险箱里只有可怜的几美元。原来这一切都是勃朗特设下的圈套。大量的警员包围了电车站，他们只能赶紧乘上有轨电车，狼狈的逃出了圣丹尼斯。勃朗特这种将达奇视作小丑的行为，让达奇逐渐开始失去理智。回到营地后，达奇立即开始准备下一轮普兰，那就是抢劫勃朗特地盘上的银行。只要能够抢到大笔现金，他就能带着帮派远走高飞，前往一处叫大溪地的世外桃源，从此过上混吃等死的日子。尽管荷西亚和亚瑟极力劝阻，达奇也依旧无动于衷。而行动前，他得先除掉勃朗特。亚瑟心里其实非常清楚，达奇不过是为了报仇而已，但亚瑟对达奇那份刻在骨子里的忠诚，也让他不得不跟随老大走上这条不归路。不久后的深夜，达奇带上数名帮派成员，偷偷的潜入了勃朗特的极端豪宅，就如同处理布雷家族一样。最后剩下的只有勃朗特唯一一个活人被带了出来。当勃朗特再次醒来，他已经被拖上了小船。见到勃朗特这副狼狈的模样，达奇非但没有解气，心中的怒火还被再次点燃。再加上勃朗特始终是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于是达奇让勃朗特喝饱以后，将之丢进湖里喂了鳄鱼。Part of your philosophy book's covered feeding it from you. The goddamn alligator, Dutch.
随着勃朗特的死，达奇也开始了自己的惊天大劫案。荷西亚在远处制造爆炸，吸引所有人的注意。他们则趁这个机会迅速冲进了圣丹尼斯银行，并在保险箱里拿到了大量的金块和现金。可因为他们之前的举动，极端侦探早就做好了准备。果不其然，大量的侦探和警察不仅包围了银行，还抓到了前去吸引注意的荷西亚。极端侦探米尔顿表示，他已经给了范德林德邦太多机会，这一次米尔顿就没打算放过他们。话音刚落，米尔顿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枪杀了荷西亚。达奇在一阵失神后，彻底陷入了疯狂，双方瞬间开始了街头火并。尽管亚瑟拼尽了全力，却依旧无法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就在他们逃跑的过程中，不仅约翰被抓获，就连那个曾经陪着亚瑟喝到酩酊大醉的兰尼也不幸中弹身亡。他们只能在警察和侦探的追捕下，心惊胆战地苟到了深夜。在夜色的掩护下，他们悄悄地来到港口，并登上了一艘前往古巴的货船，准备等到风头过去以后，再回到美国接应其他帮派成员。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货船航行的途中，他们遭遇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货船连同在圣丹尼斯抢到的钱，一同沉入了茫茫大海之中。所幸的是，亚瑟他们都存活了下来，并被冲上了位于大西洋的瓜马岛。然而手无寸铁的他们，很快就被当地极端军阀的手下抓获。迎接他们的将会是一段漫长的苦役番生涯。或许是不幸中的万幸，岛上的叛军突然发动袭击，将他们救了下来。为了尽快离开这里，他们只能选择与叛军合作。期间，达奇为了营救被叛军抓获的哈维尔，用唯一剩下的金块贿赂了一个当地的老太婆。在老太婆带领下，他们进入了一条通往军阀营地的密道。可老太婆坐地起价的行为，却彻底激怒了尊老爱幼的达奇。在亚瑟看来，达奇这一路都在杀人，他不知道未来的某一天，自己是否也会死在达奇手里。在将哈维尔顺利的营救出来以后，他们也彻底卷入了叛军和军阀的战争中。打个仗而已，不过是小事一桩。在亚瑟强大的火力下，他们不仅摧毁了敌方的极端军舰，还一路高歌猛进，用炮火覆盖了极端军阀藏身的哨塔，帮助叛军取得胜利后，他们终于得以回到了美国本土。在与其他帮派成员会合的路上，亚瑟心中越发的不安。经过了这一轮折磨，他的身体情况也开始逐渐下滑，看来得尽快结束这一切。然而就在帮派成员重新集结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大批的极端侦探就像开了定位一样紧随而至。经过了一番艰难的扫射后，他们才勉强击退了这些突然冒出来的敌人。显然这些人是有备而来，帮派一次又一次的吃瘪，看来一定是出现了内鬼。达奇也因为这一连串的遭遇陷入了疯狂的状态，做事没有了任何理智可言。由于之前约翰被抓，艾比盖尔希望达奇能够前去救出约翰，可达奇却是百般推脱。出于无奈，艾比盖尔只能求助起了亚瑟和沙迪。沙迪自然不会袖手旁观，于是他与亚瑟约定好在圣丹尼斯的酒馆碰头。然而就在圣丹尼斯的街头，亚瑟却止不住的咳嗽了起来，甚至在咳出了大量的鲜血后，便一头栽倒在地上。所幸的是，他被一位热心市民送到了小诊所。医生检查了亚瑟的身体后，也不由得为亚瑟感到遗憾。原来亚瑟的病是肺结核。要知道，在1899年，肺结核可是不治之症，唯一防止进一步恶化的方法，就是前往一处温暖干燥的地方休养。得知这个消息的亚瑟怅然若失的走在街上，他内心其实也惧怕死亡。或许现在退出帮派，自己还有一丝存活的希望，但他刻在骨子里的忠诚，不会让他就这样轻易的放弃帮派，放弃帮派里那些需要他的人。恍惚间，一个名叫唐斯的农场主出现在了亚瑟的脑海之中，或许自己就是在那个时候被他传染的肺结核吧。这时，街道上出现了一只麋鹿，仿佛预示着亚瑟的内心深处也有善良且柔软的一面。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然无法改变，亚瑟唯一能做的就是为了帮派继续向前。深知自己时日无多的亚瑟立即前去与沙迪会合。在沙迪的介绍下，亚瑟第一次乘坐了热气球，依靠着热气球，亚瑟很快就在监狱的上空发现了正在做苦役的约翰。奈何狱警也发现了他们，亚瑟只能暂时离开，以便日后再寻求其他办法。利用热气球提供的空对地压制，亚瑟还顺带救出了被侦探追捕的沙迪。之后的时间里，帮派一路向北逃亡，来到了一处山洞外安营扎寨。或许是越来越压抑的氛围，让成员们都处于崩溃的边缘。帮派里一直深爱达奇的茉莉，因为醉酒竟然当着众人的面指责达奇对自己不闻不问，并声称自己就是那个叛徒。不管是不是他一时的气话，背叛帮派的后果可想而知。一旁的苏珊大妈直接一枪了结了茉莉的痛苦。一时间，帮派里的氛围压抑到了极致，范德林德邦引以为傲的凝聚力在这一刻所剩无几。见帮派暂时有了栖身之所，亚瑟干脆和沙迪一起杀进了监狱之中。在挟持了一名幸运的狱警作为人质后，约翰终于被救了出来。和他们回到营地后，达奇却觉得亚瑟不尊重自己的普兰，甚至开始怀疑起亚瑟的忠诚。之后的日子里，达奇逐渐不再相信亚瑟，而是对舔狗麦卡越看越喜欢。就连亚瑟因肺结核导致的咳嗽，也被狗仗人势的麦卡一口一个黑肺痨的嘲笑。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达奇的行为变得越加疯狂。他为了向极端资本家康沃尔复仇，故意欺骗亚瑟，说是前去拜访。见面之后，他就彻底暴露了本性，完全不计后果的在码头射杀了康沃尔。亚瑟唯一能够和达奇达成一致的，就是已经被警方抓获的奥邦首领科尔姆。为了确保科尔姆能够顺利执行死刑，达奇、亚瑟和沙迪前往了行刑现场，将试图对科尔姆进行极端营救的极端分子全部清除，并亲眼看着科尔姆被执行了绞刑。为了给抢劫军方的运钞火车做准备，达奇还安排亚瑟和约翰前去炸毁军方运输武器兵力的桥梁。趁着独处的机会，深知帮派早晚会跌入深渊的亚瑟，希望约翰能够在时机成熟的时候离开帮派，去过属于他们一家的平凡生活。而这种向往平凡生活的追求，对于现在身患绝症的亚瑟来说，也不过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罢了。或许现在亚瑟能做的，就是决定在他余生中想要成为什么
么样的人，尽可能去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随后的时间里，达奇越加的丧心病狂，他不惜蛊惑印第安酋长洛宇的儿子飞鹰，率领印第安人和军方开战，以此来分散所有人的注意力，方便自己能够顺利抢劫军方的运钞火车。可就在帮助印第安人与军方作战的过程中，亚瑟却因为突然喷出的蒸汽痛苦倒地。可达奇见到这一幕，竟然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去。关键时刻，酋长儿子飞鹰豁出了性命，才及时救下了亚瑟。飞鹰也被随后赶来的敌人射中要害。当亚瑟再次面对达奇的时候，已然彻底看清了他的嘴脸。20年的交情，竟然比不上一个刚认识的小伙子。这一刻，亚瑟对达奇那深入骨子的忠诚也由此产生了动摇。达奇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老大哥，他只是真正的暴露了自私的本质而已。由于飞鹰的伤势过重，亚瑟在将飞鹰送回酋长洛宇的面前后，这对父子只来得及见了人生中最后一面。目睹了一切的查尔斯也选择不再回到帮派之中，他准备暂时留在印第安部落，以后另做打算。之后，亚瑟亲眼目送了斯旺森牧师乘上火车离开，撵走了放贷的财务施特劳斯。而当初那个农场主唐斯的妻子，也因为把全身家当给了亚瑟以后，迫于生计的压力，最终只能出卖肉体挣钱。为了尽可能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亚瑟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母子，甚至给了他们一笔钱，让他们换个地方重新生活。亚瑟也不求得到他们的宽恕，只求能够尽可能帮助更多的人。除此以外，亚瑟还帮助沙迪，让他得以亲手手刃杀死丈夫的凶手，彻底了结了他深埋心底的仇恨。做完这一切，接下来就是要去完成达奇抢劫军方运钞火车的最后一票。回到营地，达奇带上帮派里所有的战力，踏上了这条不归路。众人一路来到圣丹尼斯火车站，但火车却根本没有停下的意思。众人干脆骑马追了上去，并纷纷跳上火车。可约翰却在战斗中日常中枪跌下了火车。达奇为了不让亚瑟分心，表示他会去救约翰，让亚瑟只管专心抢劫。然而就在亚瑟等人带着钱满载而归的时候，达奇却声称自己尽力了，约翰没能活下来。这一刻，亚瑟的眼神里仿佛失去了所有色彩，他只能失神地跟着帮派向着营地赶去。途中，帮派里的弟弟带着小杰克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原来他们走后，极端侦探偷袭了营地，并且抓走了约翰的妻子艾比盖尔。但之前一口一个不会丢下任何人的达奇，却叫上其他人一走了之。亚瑟和沙迪自然不会见死不救，他可不会让小杰克成为孤儿。二人一路杀到了码头，亚瑟索性也不装了，没有任何一个碳基生物能够顶得住亚瑟的炮火。然而就在亚瑟准备救出艾比盖尔的时候，米尔顿却出现在了他的身后。胜券在握的米尔顿索性告诉了亚瑟真相，原来他们从瓜马岛回来之后，出卖帮派的一直都是麦卡，而莫里当时虽然被俘虏，却是什么也没说。就在米尔顿快要杀掉亚瑟那一刻，艾比盖尔及时救下了亚瑟，三人立即逃到了一处安全的地方。亚瑟也深知自己命不久矣，于是他决定独自一人去了结这一切。只要杀掉麦卡这个叛徒，或许就能拯救帮派，或许达奇就能变回以前的样子，或许大家也都会回来吧。亚瑟踏上了属于自己的救赎之路，也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属于亡命徒的救赎之路。回到营地后，亚瑟当着大家的面揭露了麦卡这个叛徒的身份。然而达奇早已被麦卡的枕边风吹得鬼迷心窍。关键时刻，身负重伤的约翰竟然回到了营地，并指责达奇抛弃了自己。一时间，双方那是剑拔弩张。与此同时，极端侦探也杀了出来。选择和亚瑟站在一起的苏珊大妈被抓到机会的麦卡一枪夺走了生命。面对极端侦探的极端围剿，达奇再次抛下了亚瑟和约翰，二人只能被大量的敌人围追堵截。就连一路默默陪伴亚瑟的艾玛也倒在了逃亡的路上。亚瑟唯一能做的就是对这位老友说上一声谢谢。深知自己已经坚持不了多久的亚瑟取下了对自己意义重大的帽子，毅然决然地戴在了约翰的头上，并将自己的背包也一并塞给了他，里面还有着玛丽还给亚瑟的戒指。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and be a goddamn man. You're my brother. I know. 与命不久矣的亚瑟比起来，拥有家人的约翰显然更有活下去的意义。面对无穷无尽的追兵，亚瑟爆发出了所有的潜能，将敌人死死地挡在了半山腰。可麦卡这个传奇老鼠却突然出现，与亚瑟扭打在了一起，血债、血仇、血偿。如今害得帮派分崩离析的叛徒就在眼前，亚瑟拼尽自己最后的生命，一拳一拳地揍在麦卡脸上。然而肺结核引发的呼吸困难，让亚瑟几乎喘不过气来，只能被麦卡一次又一次地击倒。终于，他看见了远处掉落的手枪，亚瑟几乎燃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艰难地向着手枪爬去。只要拿到这把枪，就能开启死神之眼；只要拿到这把枪，就能扭转局势；只要拿到这把枪，就能手刃这个他恨之入骨的叛徒。可就在亚瑟的手刚刚碰到枪的时候，一只脚却狠狠地踩在了他的手上。It is over. Now, what is it? Oh, Dutch. He's right. You know, as I know, I gave you all I had. I did.
达奇就这样离开了，他再一次抛弃了亚瑟。奄奄一息的亚瑟爬到了悬崖边，伴随着黎明的日出，他的呼吸逐渐平静。亚瑟·摩根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尽可能帮助了需要帮助的人，他完成了自己的救赎。一转眼，时间来到了数年之后，约翰带着艾比盖尔和杰克在草莓镇附近的牧场做起了一名工人，过上了每天挤奶产奥利给的养老生活。可平凡的日子没过几天，约翰就被仇家认了出来。幸好约翰及时安抚好了仇家的情绪，但儿子杰克却受到了惊吓。加上这几年他们一家人总是过不了几天安稳的生活，就会有各种麻烦找上门。艾比盖尔难以忍受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于是他带着杰克离开了约翰。这件事让约翰意识到，也是时候给妻儿一个安稳的家了。由于之前约翰帮助牧场主解决了不太礼貌的本地帮派，所以牧场主帮助约翰向银行申请贷款，买下了黑水镇附近名为比彻之院的牧场。值得欣慰的是，约翰不仅有了自己的牧场，昔日范德林德邦的大叔以及性格沉稳的查尔斯也和约翰在时隔多年后再次重逢。在他们的帮助下，约翰完成了牧场的建设。为了庆祝牧场的完工，约翰给艾比盖尔写下了一封真情流露的信，三人因此还喝了个酩酊大醉，仿佛又回到了当初帮派举办篝火晚会的日子。后来约翰遇到了成为赏金猎人的沙迪，为了偿还银行贷款，约翰兼职起了赏金猎人，生活也正式步入正轨。不久后，收到信的艾比盖尔带着儿子杰克回到了比彻之院。约翰趁这个机会准备弥补一下艾比盖尔，他带着妻子前往照相馆拍摄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次结婚照，第一次看了一场电影。最后，约翰在浪漫的氛围下拿出了当年亚瑟送给玛丽的戒指，在湖边夕阳的映照下完成了对艾比盖尔的求婚仪式。这一刻，他们终于过上了亚瑟最希望过上的平凡生活。但有些仇注定是要报的，有些债也总归是要还的。而这一天也终于来了。经过了这数年的搜寻，沙迪终于发现了麦卡的下落。得知这个消息的约翰毫不犹豫地进屋整理装备，纵使艾比盖尔百般阻挠，也无法影响约翰想要为亚瑟复仇的决心。就这样，约翰、查尔斯、沙迪三人向着最初的雪山疾驰而去。在草莓镇，他们抓到了麦卡的手下，逼问出了麦卡的位置。三人再次马不停蹄地向着雪山赶去。果不其然，前往雪山的途中都是麦卡的极端手下。查尔斯与沙迪在大量敌人的阻拦下，相继身受重伤。带着复仇的决心，约翰不断向着山顶杀去，没有任何一个极端分子能够阻拦约翰的步伐。终于，他们不仅找到了麦卡，还成功将其控制了起来。可就在这关键时刻，同样失踪已久的达奇却突然出现。麦卡则趁这个机会挟持了沙迪。原来沉寂了多年以后，达奇又和麦卡再度合作，拿回了当年黑水镇那一票的钱。面对现在的处境，约翰只能一遍又一遍让达奇想想亚瑟，想想他们这么多年的付出和情谊。或许是时间让达奇清醒了一点，又或许是出于对亚瑟的愧疚，达奇抬手便向麦卡扣动了扳机。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會欠了理想。如今大仇终于得报，一手造成了这一切的达奇只是默不作声地看了一眼约翰头上那顶属于亚瑟的帽子，便离开了这里，并将黑水镇那一票的钱留给了约翰。一行人回到家中后不久，约翰就与艾比盖尔完成了结婚的仪式。查尔斯和沙迪也在不久以后相继离开了牧场，各自开始了新的生活。而约翰一家也终于过上了安稳的日子。和当初那个与米尔顿一起的极端侦探罗斯也顺着蛛丝马迹找到了约翰的牧场。或许约翰向往的平凡生活也只是暂时而已。在狂魔多次游玩了《荒野大镖客2》以后，感觉亚瑟·摩根对我的意义已经不像是一个游戏角色那么简单，反而更像是一个认识多年的老友。我也会像约翰一样，虽然不会时常提起他，但或许会时常想念他。亚瑟·摩根的救赎已然完成，但约翰·马斯顿的救赎却才刚刚开始。我是修篇狂魔，咱们下期再见。在《荒野大镖客：救赎2》里，亚瑟用自己最后的生命让约翰逃离了极端侦探的追捕。It would mean a lot to me. 亚瑟在那个夜晚留下的话，至此便深深地扎根在了约翰的心里。但属于牛仔的时代却并未就此落幕。这部14年前的年度最佳游戏，正式讲述了2代之后属于约翰的救赎之路。那么借这个机会，狂魔就来给大家回顾这款奠定了史上最伟大游戏的作品《荒野大镖客：救赎》。约翰·马斯顿。在约翰清空弹夹，将传奇老鼠麦卡爆头，为亚瑟报仇雪恨之后，达奇从此销声匿迹，而黑水镇那一票的钱也落到了约翰的手里。约翰一家人和大叔在比彻之院过上了安稳的日子，但这一切也不过是暂时而已。当初那个极端侦探米尔顿的副手罗斯，很快便顺着蛛丝马迹发现了约翰一家，但他们却并未立即抓捕约翰。一直到1911年，这也是美国旧西部时代的最后一年，美国政府下达了彻底清剿范德林德邦残余成员的命令。于是极端侦探罗斯便想起了过上平凡生活的约翰。罗斯对约翰的妻儿寄
进行了极端绑架，并以此来要挟约翰前去抓捕前犯帮成员比尔。出于无奈，约翰只能在罗斯的极端目送下坐上了从黑水镇前往球鱼镇的火车。因为这件事也导致约翰性情大变，从一位沉默寡言的憨憨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冷血杀手。由于时代的变迁，那个无法无天的旧西部时代已然被法制化的社会以及先进的科技所取代。在火车上，那些来自东部大城市的人正在对宗教和政治，甚至是即将问世的飞机侃侃而谈。一旁见过世面的约翰反倒显得格格不入。当年他可是有幸见过亚瑟专享的黄金 AK 和沙漠之鹰，不过这些对约翰来说都无所谓，他只想赶紧完成政府强加给自己的任务，以保全妻儿的安全。火车很快便来到了这片位于荒漠地区的球鱼镇。约翰在向导带领下前往了小镇附近的梅瑟要塞。原来自从范德林德帮分崩离析后，那个跟在达奇屁股后面的西部大聪明比尔也组建了一个靠借钱为生的极端帮派。再次面对当初的兄弟，金盆洗手的约翰也不想手里再多出一条人命，于是想要劝说比尔主动投案自首。约翰凭借3寸不烂之舌熟练地谈崩了这个极端项目。见比尔胆敢婉拒自己，约翰也只能让这群极端分子好好见识一下什么叫真的很神枪手。Well, Oh. Forgive. 念在往日的旧情，比尔并没有对操作失误的约翰赶尽杀绝。当约翰再次醒来，他已经身处附近的麦克法兰牧场，也正是牧场主的女儿邦尼救下了约翰。由于约翰没有医保，邦尼只能先垫付了高达15美元的汤药费。约翰这个逼果然是没装好，差一点就把命给装进去了。约翰索性也就暂时留在牧场，干起了农活，一是为了报答邦尼的救命之恩，二也是凭他现在的实力根本无法与比尔抗衡，只能另寻他法。在这期间，约翰为牧场保驾护航的英勇以及打谷子的才华，让邦尼对这个脸上有疤的男人逐渐开始上头。毕竟是有家室的人，约翰自然也看穿了邦尼的心思。他向邦尼坦白了自己有老婆孩子，甚至曾经还有一个女儿，不过在早年夭折了。不仅如此，约翰也道出了自己的身世。他的文盲老父亲是一位苏格兰人，母亲则从事服务行业。约翰的母亲早年死于难产，而父亲也在约翰8岁那年死去。后来被送到孤儿院的约翰选择了逃跑，机缘巧合之下便加入了范德林德帮，直到帮派从威名远扬到分崩离析。听闻了约翰的遭遇，邦尼为他引荐了球鱼镇的警长，如果能够得到警长的极端协助，那么对付比尔自然不在话下。小小的球鱼镇警局内果然是藏龙卧虎，两位碧桂园5星上将坐镇于此，一个双眼蕴藏智慧，一个手脚不听使唤。虽然中间有些小冲突，但好在警长及时出面，这才化解了误会。约翰也没有多做废话，希望警长能够协助自己捉拿比尔。警长表示剿匪任何时候都要剿，不剿不行。但他们警局奉行的是精英管理，一方面是人手不太够，另一方面比尔并不在警长的管辖范围。于是为了取得警长的信任和帮助，约翰只能先为警长解决球鱼镇周边为非作歹的极端分子。在为警长办事的期间，约翰结识了一位名叫狄更斯的假药贩子，整天靠卖永葆青春的假药骗取那些动不动就觉醒的小仙女的钱财。约翰甚至做起了他的药托，在狄更斯的吹嘘下，只要喝了他的药就会有神奇的力量，包你生的无痛，死的轻松，无效退还全部费用。而早就混在人群里的约翰则被狄更斯邀请上来试药，效果可谓是立竿见影。约翰的死神之眼用起来都有些不流畅了，但在普通民众看来，这就是药水的功劳。于是周围的人群们纷纷下单，并且还是零差评。约翰帮助狄更斯卖假药也并不是一无所获。为了报答约翰，狄更斯凭借自己的人脉为他引荐了2位绝世高手，分别是精通阴阳5行、寻龙点穴的盗墓贼，以及喝半斤装8两的爱尔兰小趴菜。虽然这些人看似不是很靠谱，不过还是为约翰搞到了一架不冒蓝火的加特林。至此，约翰也有了足够的人手和武器来攻打比尔的极端要塞。和约翰在这段时间闹出的动静，自然也被比尔看在了眼里。于是比尔手下的极端分子不仅烧毁了邦尼的谷仓，还对邦尼进行了极端绑架，以此来要挟警长交出被关押的比尔帮成员。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前去交换人质。但比尔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救回帮派成员，而是想将约翰和警长等人一网打尽。可这些极端分子又怎么可能是约翰的对手？很快，约翰就杀到了邦尼的面前，将他从绞刑架上救了下来。看样子邦尼遭遇了惨不忍睹的极端袭击，不过好在命是保住了。比尔的这种极端行为，警长自然不会善罢甘休，约翰也得以召集各路英豪，准备开始攻打比尔的极端要塞。凭借过人的聪明才智，他们想出了一招西部版的特洛伊木马。狄更斯打着卖假药的旗号，将藏在马车里手持加特林的约翰大摇大摆地送进了极端要塞之中。见要塞内的人都被忽悠了出来，约翰立即掀开木板，对着极端分子便开始了极端扫射。猝不及防之下，要塞很快就被一行人攻陷了下来。然而整个要塞都没见到比尔的身影。原来早在前一天，比尔就已经逃窜到了墨西哥，并前去极端投靠了墨西哥人哈维尔。当年在范德林德邦，哈维尔曾与亚瑟前往危机四伏的雪山救过约翰。哈维尔平时性格随和，对达奇也是忠心耿耿。在达奇对约翰和亚瑟拔枪相向的时候，也只有哈维尔念在往日的交情，没有把枪口对准他们。看来在帮派分崩离析后，哈维尔就回到了墨西哥。回到现在，眼见事态越加复杂，约翰也是无可奈何。好在那个酒量不行的爱尔
尔兰小趴菜，在墨西哥深受当地人的极端喜爱。待约翰过去不过是举手之劳，在向帮助过自己的警长和狄更斯道谢后，约翰踏上了这趟墨西哥之旅。在小趴菜带领下，约翰正大光明地乘上了偷渡用的小木筏。果不其然，小趴菜在墨西哥边境的人脉果然很广，还没上岸都遭遇了大量热情的墨西哥极端分子的极端欢迎。本地人的热情，约翰心领了。再凭借死神之眼将这些人通通劝回娘胎后，约翰也顺利地抵达了墨西哥。毕竟人生地不熟，约翰先是来到一处小镇，准备打探一下关于比尔与哈维尔的消息。可一来到镇上，3个极端混混见约翰比较面善，便准备对其展开极端霸凌。约翰哪受过这种气，连死神之眼都不用开启，便让3个混混重新做回未成年。而这一切都被一旁的老者看在了眼里。原来这位老者正是旧西部时代的传奇枪手兰登。早在约翰年幼时，兰登就已经声名鹊起，就连亚瑟也是他的极端粉丝。兰登作为当年西部最快的男人，也非常赏识约翰的才华。他不仅传授给了约翰死神之眼标记版，还告诉了约翰墨西哥现在的局势。由于当地的极端上校对百姓们进行了极端压榨，把当地的税都收到了113年以后，也就是2024年。于是百姓们纷纷揭竿而起，成立了反抗军。通过兰登这位传奇枪手的介绍，约翰顺利地结识了反抗军组织。为了打探更多关于比尔的情报，约翰只能帮助反抗军营救那些被极端上校抓捕的老百姓。其中就有一位叫路易莎的姑娘，她是反抗军领袖雷耶斯的恋人。在路易莎眼里，雷耶斯就是一个完美的反极端领袖，既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还懂得如何制造浪漫的情绪价值，简直就是小仙女的专属。恰好没过多久，雷耶斯就被极端上校的人抓获。为了帮助路易莎与心爱之人重逢，约翰前去救出了雷耶斯。但奇怪的是，这位反极端领袖并不是很在意路易莎的一往情深，反而是很想拉拢约翰这个人才。然而反抗军这边却并没有比尔与哈维尔的消息。不过约翰也并不是死脑筋，早在协助反抗军的期间，他就抽空前去拜访了极端上校。约翰不仅帮助上校护送了军方的火车，还与军方一起烧毁了反抗军的村子。上校这样做的原因可不是为了维持地区的稳定，而是巩固自己的地位，以方便对妙龄女子实施极端征兵。眼前发生的一切，对于常年混迹于帮派的约翰来说早已见怪不怪。他只想尽快找出比尔，完成美国政府强加给自己的任务，以保全妻儿的周全。如今约翰的作风颇有几分达奇当年的风采，毕竟上校好歹也算是个极端分子。对于约翰这种极端横跳的行为，他早就看在了眼里。在利用完约翰以后，上校只是略微出手，便将单纯的约翰打晕了过去。等约翰反应过来，自己已经快要被上校的手下处决。千钧一发的时刻，反极端领袖雷耶斯带领反抗军救出了约翰。看来雷耶斯也是一个懂得知恩图报的人。之后的时间里，约翰开始帮助其反抗军伏击极端政府军的车队，除掉上校的极端心腹，抢夺军方的武器和物资。讽刺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约翰发现雷耶斯就像达奇一样，也不过是个只会耍嘴皮子的理想主义者，与极端上校如出一辙。雷耶斯同样以袭击妙龄女子为乐，就连将他视作爱人的路易莎，在雷耶斯眼里也不过是个连名字都想不起来的村姑。这种个人作风问题，约翰自然也是看破不说破。好在雷耶斯并不是一无是处，在他的帮助下，约翰很快便发现了哈维尔藏身的监狱。于是他带着反抗军很快就攻占了监狱，并在其内部发现了试图逃跑的哈维尔。时隔多年再次相见，却还是和当初的最后一次见面如出一辙。为了保全自己，哈维尔说出了比尔的下落。原来比尔早已投靠了极端上校，尽管哈维尔是昔日的好兄弟，但约翰却不可能不顾自己的家人。在将试图极端逃窜的哈维尔制服以后，约翰来到美墨边境，把哈维尔交给了极端侦探罗斯。然而罗斯却得寸进尺，他要求约翰尽快抓捕比尔，事成之后必须立即赶到黑水镇，因为约翰当初的老大号称西部点子王的达奇就在那里。临走前，罗斯还不忘用艾比盖尔和小杰克来威胁约翰，只让家人的性命还在对方手里呢。无可奈何之下，约翰只能回到了极端上校的宅邸。然而此时的反抗军已经和极端分子打成了一片，反极端首领雷耶斯却再次被俘虏。最讽刺的是，那个在雷耶斯眼里的村姑路易莎却甘愿一命换一命，用自己的生命吸引了极端分子的注意。饶是抱着旁观者心态的约翰也看不下去了，带着无尽的怒火，约翰不断向着宅邸内杀去。没有任何一个极端分子能够挡住他的下三路枪法。最终他们追上了想要进行极端逃窜的上校和比尔。大势已去的上校还想用比尔的性命来保全自己，但殊不知他早已被踢下了牌桌。再次面对比尔这个昔日的老友，过往的一幕幕不断在他脑海浮现，让约翰始终下不了手。最终还是雷耶斯替他解决了想要夺枪的比尔。事情过后，雷耶斯完全沉浸在了胜利的喜悦中。那个为了反抗极端分子而付出生命的路易莎却早已被雷耶斯抛之脑后。见雷耶斯已然无可救药，约翰在拒绝了他的招揽后，便再次回到了黑水镇，并与极端侦探罗斯碰头。那么接下来就到了约翰再次面对达奇的时候了。其实在约翰看来，自从加入范德林德邦的那一天开始，达奇就像父亲，荷西亚就像母亲，而亚瑟对他就像一个严厉的哥哥。他们不仅将约翰抚养长大，还教会了约翰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本领，当然除了游泳。但为了保全妻儿的性命，约翰只能忍受这群极端侦探的极端威胁，开始调查达奇的踪迹。自从约翰在雪山上为亚瑟报仇雪恨之后，不忘初心的达奇在沉寂了数年之后，便找了个机会再次利用印第安人对白人的仇恨，组建了新的范德林德邦。为了尽快找出达奇，美国政府为约翰提供了2个帮手，一个是出生在保留地自由接受美式教育的印第安县人，一个是严重种族歧视的人类学教授。他不但吸食烤面筋，还想通过血液找出印第安人野蛮的基因，从而证明白人有多么高贵。在这对奇怪组合的帮助下，约翰顺利找到了达奇藏
藏身的营地。此时的达奇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意气风发，多年的逃亡生涯早已让他成为了一名极端分子，似乎是感受到了约翰的霸气外露。达奇抬手一枪便打在了约翰的望远镜上，好在教授和印第安线人还算靠谱，及时救回了昏迷的约翰。之后，印第安线人安排了一场与达奇手下的极端印第安人和谈的会面，线人只是想通过和平的方式来挽救自己的种族。其实无论印第安人怎么做，从白人踏上美洲大陆那一刻开始，结局就已经注定。双方见面的结果也可想而知，极端印第安人根本听不进劝，几句话就把试图谈判的线人爆头。约翰只能带着教授狼狈地逃回了黑水镇。见到线人如此下场的教授，准备立即收拾行李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可达奇却紧随而至，对二人进行了极端包围。约翰只能再次护送教授，在众多极端分子的阻拦下，将被吓到神志不清的教授送上了离开西部的火车。事情过后，达奇如此明目张胆的行为，自然也受到了极端侦探的极端关注。或许达奇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又或许他这辈子真就跟黑水镇银行过不去了。于是他带着一群印第安人再次前往黑水镇银行借钱。早就收到风声的约翰与大批的侦探和警员立即对达奇展开了围剿。在约翰的死神之眼下，极端分子和人质都走得很安详，他们也成功围堵住了达奇。时过境迁，当初那个富有理想的点子王，如今已然彻底暴露了自私的本质。为了让自己能够安全逃离，达奇甚至说出了帮派里的每一个人都袭击过约翰的妻子艾比盖尔，硬是揭开了约翰不堪回首的过去。但为了家人，约翰始终没有半点被激怒的意思。见无法让众人分心，达奇干脆进行了极端撕票，趁众人惊愕的空档，他立即逃之夭夭。达奇如此的疯狗行为，自然也彻底激怒了美国政府。很快，美国便出动了大批的军队和武器，协助约翰和极端侦探罗斯等人将达奇这个旧时代的妻子彻底根除。约翰也乘上装甲车，手持极端机枪，开始了这趟剿灭新范德林德邦的行动。似乎是意识到了决战来临，达奇手下的印第安人倾巢而出，竟然妄图阻拦军队的步伐。但面对约翰的极端扫射，终究不过是螳臂当车而已。很快，约翰便杀进了达奇藏身的雪山营地。最终，约翰将达奇逼到了悬崖边上。这一刻，真正穷途末路的达奇提出了他人生中最后一个计划。I got a plan, John. You always got a plan, Dutch. This is a good one. I don't doubt it. We can't always fight nature, John. We can't fight change. Can't fight gravity. We can't fight nothing. My whole life, all I ever did was fight. Then give up, Dutch. But I can't give up neither. I can't fight my own nature. That's a paradox, John. You see? Then I have to shoot you. When I'm gone, they'll just find another monster. They have to. Because they have to justify their wages. That's their business. Our time has passed, John. 就像达奇说的那样，属于那个野蛮的旧西部时代结束了。极端侦探罗斯见达奇已死，表示约翰的妻儿已经被送回了比舍之院。闻听此言，约翰立即策马向着家的方向赶去。他终于能够再一次与家人团聚，但他却忘了自己似乎也是旧时代的残党。经过了一段漫长的骑行，回到比舍之院的约翰终于如愿以偿见到了久违的妻子艾比盖尔以及成长为少年的小杰克，就连大叔也安然无恙。当然，约翰可不会给大叔好脸色，这么大个人了，还不会自己找点事情做。之后的日子里，一家人过上了平凡的生活。约翰没事便带着儿子学习打猎和放牧，农场也越来越井井有条。然而，这种平淡且幸福的生活也仅仅只是暂时而已。某天清晨，约翰正在教导儿子未来如何将农场经营得更好，父子二人讨论着那些能够让人飞上天的机器。然而，农场外急促且密集的马蹄声却打破了农场的安宁。当约翰一家反应过来的时候，大批的极端侦探已经包围了农场。为了保护这来之不易的平凡生活，约翰和大叔拼尽全力阻拦源源不断的敌人，但他们终归是旧时代的残党，新时代已然没有了承载他们的船。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那个整天喝到醉醺醺的大叔不幸中枪。奈何大叔年事已高，自知命不久矣的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劝说约翰赶紧带着杰克和艾比盖尔离开，强忍内心的悲痛。约翰只能带着妻儿来到了谷仓。为了让妻儿安心，约翰只能答应会在之后跟上他们。但约翰心里明白，自己如果不死，那么妻儿将会面临无止境的追杀。这一刻，他似乎回想起了那个夜晚，亚瑟用命换来了自己一家的存活。那么这一次，约翰也将用自己的命来换取妻儿的存活。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and be a goddamn man. 亚瑟说过的话不断在约翰脑海中浮现，他也到了完成救赎的时候。Go. Go to your family.
约翰就这样倒在了枪林弹雨之下。他从来都不是懦弱的人，而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转眼，时间来到了数年之后，艾比盖尔因为约翰的死郁郁而终，而杰克也已长大成人，并且戴上了父亲的帽子，当然也戴上了仇恨。杰克来到黑水镇附近，开始打探极端侦探罗斯的下落。经过一番打探，他终于在墨西哥边境的一处小河边找到了已经退休、安享晚年的罗斯。见到杀父仇人的杰克，当即表明了自己的来意。二人用西部枪手对决的方式，为这场复仇画上了句号，也为那个旧西部时代画上了句号。我是修片狂魔，咱们下期再见。